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阳成。有些小伙伴好奇我做的这个免费游戏实际的开销在哪里，所以今天我分3个阶段来盘点一下，带你们进入游戏开发的世界。什么？为什么最近不露脸了？我其实是怕分散了你们的注意力呢。那第一阶段，游戏素材的购买。史记这款免费游戏中的场景和人物模型都是购买的。那你们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你不自己做呢？因为自己做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有些做不了的东西还需要外包找人定制，定制的价格是非常高昂的。如果在虚幻商城中购买，因为不是定制的，是面向所有游戏开发者的，所以价格会低很多。那接下来我们打开虚幻商城，我所有的素材都是在这里面购买的。那商城中有各式各样的素材，我们可以根据这边的分类来进行查看。所以现在说实话，做游戏的话比10年前要轻松了许多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常的容易，只要缝合在一起这么简单。那首先是史记游戏中用到的场景。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场景就是实际中用到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标价是600多元，这是我购买的其中一个场景。然后第二个场景呢，就是这一个小村庄的场景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要400多元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游戏中用到的角色的模型，这是我们用到的，我买了还没有用到，之后会用到的这一个生存类的一个女性的角色。再来呢，也是同一个角色，只不过她的服装会有点不一样，穿的比较凉快一点。然后是我们这个游戏中用到的丧尸的模型。再来呢，又是我们的一个丧尸的模型，又是我们的丧尸的一个模型包，里面有非常多种类的，有女的，有男的，有胖的，有矮的都有。再来呢，是我们这个游戏中买了还没用到的角色，一个女性的角色，有点像叛乱沙漠风暴里面的。然后再来呢，是我们昨天购买的一个你们说这个穿的太多的一个角色。再来呢，是我们的这个角色，这个角色就很遗憾了，我买的时候都没有打折，除了昨天买的这个有打折，其他买的都没有打折，都是原价买的。所以到时候我根据我购买的价格来进行一个累加吧。这是我们 2.0 版本用到的角色，是一个侦探的角色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史记 2.2 版本要用到的生存类的男主角，对，它是一个偏向于生存类的。对了，差点忘了，之前还买过一个女性的角色，这个会比较漂亮一点的女性的角色，但是好像和我们现在这个项目中的角色不太兼容，但是会比较符合你们的审美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汇总一下用到的人物的动作。首先这边是丧尸的动作包，然后是这个史记中主角的持枪的动作包，这个动作包就有点贵了，要900多，将近1000块。又是一个丧尸的动作包，这个也是会贵一点，但是里面的动作的质量会比刚刚那个更高一点。最后呢，就是一个粒子特效，因为还有一些素材包我买了，但是我找不到了，所以我就暂时先给你们汇总这些，大概一下就好了，不用那么精准嘛。这个是枪的，就枪射到不同的物体表面，它会产生不同的粒子特效，这是个粒子特效包。但是你们注意，我们现在购买的这些并不是直接就可以变成一个游戏，这些素材就相当于是你做菜的时候，你买了很多的肉啊、大白菜啊、葱姜蒜啊，怎么说的，竟然有点饿了。那好的菜呢，还需要厉害的厨师进行烹饪加工。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这些素材买来要如何使用呢？也给你们科普一下。那首先是场景这一块，虽然我们看图片效果都很好，但是2张地图我并不是特别的满意，所以我对场景的光照、氛围都进行了调整。所以现在我们来前后对比一下吧。那调整完之后，我发现场景的优化并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给所有的模型加了 LOD， 进行了1条龙的优化之后，每个场景的帧率都各自提升了20多帧，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帧数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到了我们的人物的模型和动作。可能视频有点长，因为太多内容了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听下去吧。那这些人物的动作和模型都要根据代码逻辑来使用，比如我们自定义服装，玩家点击不同的 UI 要切换到不同的服装，那服装切换完成之后要保存到本地啊、7啊、8的一些功能，还有我们的按空格键跳跃、按 F 键拾取、左键射击、右键瞄准，都会播放各自的动画，这些背后都需要强大的代码逻辑来操控的。那粒子特效和音频其实跟人物也差不多，都是用代码逻辑来驱动的，在需要的地方进行使用。那这些做完，在不断的测试优化之后，基本就是你们现在玩到的史记这款游戏了。然后到了第2阶段，
网站开发和服务器的费用。为了防止一些不法分子去盗版或者拿去第三方盈利，所以我给游戏增加了验证系统，这也是我自研的一套系统。那制作之前需要购买服务器，因为服务器是用于验证和计算的。那做完之后进入游戏就需要输入激活码，那激活码是我随机生成的，一个只能用一次，但是一个个玩家手动的去发放激活码太麻烦了，所以后来我又做了一个网站。网站中你只要输入你的邮箱，那激活码就会自动的发放到你的邮箱，会比较方便一点。然后这样做完之后，所有的服务器的费用加上 CDN 以及网站的开发费用将近1200元。然后就到了我们最后一个阶段，第3阶段 Steam 的开发者。网站运行了一段时间后，发现很多粉丝都反馈没有百度网盘的会员，也试了几个其他的网盘，发现都有限制，所以最后我下定决心直接注册 Steam 的开发者，交了$100的押金。其实还蛮忐忑的，因为听说注册 Steam 的开发者到发布游戏的整个流程都挺复杂的，但是真正去做其实很简单的。现在一切都好了，都按部就班的进行着，很开心。只希望到时候正式开放游玩，不要出现游戏打不开的情况吧。所以最后我们来算一下，这个游戏不算我个人的人力成本的话，单纯算素材的购买、网站的开发、服务器的费用，还有 Steam 的押金，总共大约要8000多元。所以现在做游戏呢，还是相对来说还是轻松了许多，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做出自己想做的游戏，成为一个开发者，圆了自己一个做游戏的梦嘛，所以还是挺好的。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边，希望你们都能够有所收获吧。虽然我想做一个科普类的，但是你们应该会说，这个 UP 主好像真的想教会我们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